乡亲们都看看，这个从外面回来的女老板，心比这铁门还冷。咱们辛辛苦苦出海打的鱼，她一张嘴就要涨30%租金，这是要我们的命啊！就是，她一个女人家懂什么？我看就是想钱想疯了。怎么着？这租金你是降还是不降？今天当着全村人的面给个话，你要是不降，我们这几10条船的鱼烂了也不会放你这儿。周会长，价格表上写的很清楚，市场价明码标价，我的冷库我定价。好一个明码标价！我看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们整个渔村作对。我的规矩不会为任何人改，你们的鱼烂不烂是你们自己的事，与我无关。我看你能横到什么时候？咱们走着瞧。这脾气跟你妈当年真是一模一样。既然他们这么想省钱，那我就帮他们一把，红纸贴上去。看吧，没了我们，他这冷库就是个铁棺材，电和水可不是他江昭月想有就有的。没错，看他还怎么横！他这是干什么？不求饶，反而要关门。鱼马上就要上岸了，他关门，他自己不也亏钱？装神弄鬼！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几天！弟兄们，咱们走，让他自己跟着废铁过日子。你们想要的是我的妥协，但我能给的只有我的规矩。脾气还是这么倔，像他妈。不过，也该让他自己闯一闯了。看，黑心女老板，现在没人租她的库，活该！听说店都被人捡了，看她还能撑几天。我是海事聘请的第三方调研员姚晋洲，负责台风季前的安全隐患排查。你这里是周边最大的制冷单位，现在不是了，我关门了，不接生意。关门也要排查。你的冷库备案功率是380千瓦，储量超过5吨，属于重大危险来源。所以呢？我断电了，设备全停，没有任何风险。断电不等于安全。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你的制冷剂在高温和台风低压环境下有物理爆炸风险。我需要核对你的设备维护账目和应急预案。都在这里了，3年的记录你自己看吧。谢谢配合，我只需要最近1年的数据，特别是这2个月的。江总，你的账有问题。各位兄弟，他江昭月一个黄毛丫头，凭啥骑在我们头上？涨价涨得比台风还凶，我们辛苦出海，大半的钱都进了他的口袋，就是因为你们这种想法，才让他敢这么嚣张。今天我把话放这儿，谁要是再去找他，就是跟我们整个联会过不去。大家想想，这码头就他一个冷库吗？天无绝人之路，有时候换个思路，说不定是更大的财路呢。吴代表都发话了，人家见多识广，路子比我们野，跟着吴代表有肉吃。大家放心，我已经联系了外地的大公司，人家不仅愿意收我们的鱼，价格公道，而且他们自己有冷链船，只要我们齐心，就能把江昭月那个破库彻底晾在那儿。好，就是要让他知道，没了我们，他那堆铁皮就是个屁。不对劲，这几家去年的出货量和今年的预订量降得太整齐了，就像有人提前打过招呼。每次都这样，一出事就抱团排外。也好，这次我自己来解决。联会孤立，随便。哼，看见没？他怕了，一个女人家还想跟我们整个渔村斗，咱们就耗着，看谁先撑不住，不降价，一船鱼都别想进他的库。对，会长说的对，让他知道咱们渔民不是好欺负的。陈伯，最近出海的收成怎么样？看你这网是准备跑远海。阿月啊，不是伯不帮你，现在这风口浪尖上，最近鱼是不少，可大家这心都乱了。心乱了，是因为我的租金，还是因为有更好的去处？陈伯，咱们几10年的邻居了，您跟我说句实话。有外地老板来了，说是叫蓝海冷链的，他们的人到处找船老大谈，说能给个长期收购的价，比市场价低一点，不用愁销路。各位老板，我们蓝海冷运是真心实意想和大家合作，我们有标准化流程，有稳定的渠道，不用担心台风天鱼烂在手里。但我们全收现金结算，没有风险。各位可以算算这笔账。可你这价比市场价低了1成啊！先用本地人闹事压价，再派资本下场收割，真是好算盘。周会长、方总，希望你们的鱼能比我的冷库更硬。蓝海冷链有趣。玲玲，比往年这个时节的台风来得要早，也更猛。蓝海冷链，周明国，现在又加一个天灾，路径几乎没有偏移的可能。他们还在海上，还在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跟那些人喝酒。兄弟们，
我老周说到做到。那个江昭月，他想涨价，门儿都没有。我们团结起来，看他那破冷库能撑几天。没错，会长说的对，咱们把鱼拉到隔壁市去卖，也不给他赚这个黑心钱。台风年年都有，吓唬谁呢？咱们出海的还怕这点风浪？明天抓紧时间再捞一窝，后天蓝海冷链的车就来收了。天气预报说这次风力很大，要不我们还是先把船开进避风港吧，安全第一啊！怕什么？听我的，喝完这顿，明天就去把江昭月那冷库的电闸给他拉了，看他还怎么嚣张。人祸，天灾，周明国，你以为的底气，恰恰是我的机会。你们不信天，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台风来了，我知道。10年前的海燕，5年前的厉晴马，每一次路径相似的台风都伴随着渔获的大规模损失。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会惊人的相似。光看预报还不够，我需要更精确的数据，尤其是损毁记录。你好，我预约过，想调阅2010年到去年的7月份台风灾害评估报告，主要是渔业损失部分。授权通过了，在3号阅览室，纸质档案已经给你备好，电子版拷到你带来的 U 盘里，注意保密条例，不能外传。应急预案，每一次都说有，但每一次都来不及。问题不在预警，而在决策的滞后性。按老规矩办，让老陈他们几个准备好，别出岔子。对，就那个时间点，1分钟都不能差。风眼转向了，比预想的还要快。这个路径和10年前那次一模一样。时间不多了。爸，你也看了？完了，全完了！这天一热，明天早上这些鱼就得全扔了。老周，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他妈能说个屁！江老板，我们错了，求你开门吧，价钱你说了算。风力、气压、登陆时间，还差一点。这个黑心肠的女人，她就是想看我们笑话。当初嫌她贵，现在她就故意拿尿，想把我们往死里逼。都他妈给我闭嘴！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当初是谁带头跟着我贪小便宜的？是我们自己有眼无珠。江老板，江总，江总，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求你看在大家都是渔港人的份上，给我们一条活路。这批鱼要是烂了，我们下半年就全完了。周会长，现在开门，你们的鱼还能保住80%，但你们的船还停在避风等级不够的老码头吧？你怎么知道？我们台风00已经转向，预计12小时后将以超强台风级别正面登陆渔港。你们现在有2个选择：一，我开门，你们抢救鱼；12小时后台风来，你们的船就全完了。2，你们现在立刻去加固你们的船，保住吃饭的家伙，再等12小时，你们的鱼就全完了。江昭月，算我求你了，再不开门，我们这30多条船的鱼就真全完了。是啊，江老板，您就当可怜可怜我们吧，这可是我们全家半年的指望啊。周会长，我说过12个小时，现在还没到时间。你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当初你们联合起来压价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选择，现在只是选择的结果到了。你会有报应的，全港口的渔民都不会放过你。他就是想看着我们的鱼烂掉，好把价钱抬上天。大家别求他了，我们自己想办法。别怕，00来了，今天就在这里躲着，哪里都不要去。昨天还是好的。这个风力，他一个人在冷库，恐怕不行，必须过去看看。猫粮罐踩坏了。谁？是我，姚晋州。江总，你的鱼还有其他渔民的鱼，再不想办法就真的全完了。台风预警升级了，气压还在降。你看，这是最新的海洋气象数据，气温比预报的还要高2度，湿度接近饱和。在这种环境下，鱼的腐败速度会加快30%，12小时根本撑不到。这是你的调研数据，不是我的。我的冷库已经贴了告示不接生意，你来错地方了。我没来错，你只是在等一个真正需要你出手的原因。周明国他们堵门的时候，理由够不够充分？他们求我的时候，姿态够不够低？可结果呢？他们转头就能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不一样，这次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你自己。这门太重了，光靠电力系统重启来不及，必须手动开一道缝，让冷气先出来，至少能保住门口几艘船的货。江昭月，帮我们2个人也许能把它推开一条缝。你不是想赢一次吗？那就从守住这批鱼开始，别让他们烂在别人的算计里。这张纸早就该撕了。我的生意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来定价？什么时候轮到一张纸来拒绝？
江昭月，我们现在是站在一边的。蓝海冷链伪造合同的事，我已经查到了一些线索，帮我也是在帮你自证清白。手动太慢，备用电力系统需要预热，但可以强制启动泄压阀，先给外部降温。你去组织人把最外围的几船鱼推进来，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好，我马上去。门我开。这次多亏了你，不然这批鱼还有我的冷库都得交代在这儿。周明国他们这次是称心如意了。他们称心不了多久，风灾是天灾，但有人想把它变成人祸，从中渔利，这才是需要调查清楚的。你看这里，根据海事公开数据，蓝海冷链的海风3号在台风预警前12小时，它的航线非常可疑。他们在等风把我的冷库吹垮，等渔民的鱼无处可去，然后他们再以救世主的姿态进场。方崇旭，我查过他，资本运作高手，他想吞掉整个渔港的冷链生意。我的冷库是第一块绊脚石。不只是绊脚石，你的冷库定价是市场标杆，只要你还在，它就无法完成垄断性定价。这些文章看似是本地自媒体发的，但我追查了 IP 地址和发布账号，背后都有一个指向：舆论造势，伪造民意，再借天灾收割，好一盘大棋。船只的异常航线是动机，网络上的黑稿是舆论准备，这份漏洞百出的合同是他们的傲慢。从海事数据到商业合同，再到公关操作，逻辑闭环已经形成，我们有了反击的起点。证据链够了，找到了。3年前7月12号，蓝海冷链第一次租用我们的分库，记录的出货量。我的数据也吻合，那天的潮汐和入港记录显示，蓝海名下只有1艘小型渔船回港。谢谢，没想到你对这些旧账也看得懂，这比看 MBA 的财务报表可枯燥多了。逻辑是相通的，数据不会说谎，无论是财务报表还是航运记录，只要找到关键节点，就能还原真相。就像这些鱼，时间到了就藏不住了。你还带了这个？我以为你这种技术派只带数据和设备。在海上跑调研，保温杯和压缩饼干是标配。快喝点，下半夜会更冷。方崇旭很狡猾，他利用了渔民们对亏损的恐惧，也利用了信息差。他以为没人会去翻这些3年前的旧账，他们更不信我会翻。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认钱不认的黑心女老板，守着一堆快烂掉的鱼有什么意义？有意义。你守的不是鱼，是规则。没有规则，渔村就不是家，只是一个随时可能被资本吞噬的猎场。最后一部分了，蓝海冷链所有跟我们合作过的船只租赁记录，这里都有。我来核对船只编号和吨位，你负责时间，我们争取天亮前收工。方崇旭的耐心也快到极限了。赵月，我们赢了第一步，黑稿明天贴出来就只会是废纸一张。天亮了，鱼还活着。通宵的英雄该补充能量了，鱼还活着，你也得活下去。谢谢。没想到你除了会看数据，还会买早餐。调研员的基本技能，融入当地生活。尝尝，这家肉包不错。这太过分了！说咱们港的鱼价都是他在背后操控，我就说嘛，他一个女人家怎么可能斗得过大公司？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贴牢一点，让所有人都看清楚，谁才是真正为渔民着想的人。是，方总，这下我看那个江昭月还怎么嘴硬。报录像，从现在开始，每个细节都要。好，他们这是在制造伪证和舆论压力，正好可以作为不正当竞争的证据。他这是什么意思？故弄玄虚。去，多拍点渔民愤怒的照片，晚上发稿用。他的表情很难看，看来你的应对方式出乎他的意料。光有这些还不够，对方是专业的。我那边有些公开的海事商业纠纷数据库，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规律。黑稿我收着。那些东西只是舆论上的小动作，想让他真正出局，需要更硬的证据。硬的证据，比如伪造的合同，那需要蓝海内部的人。不一定，有些公开信息组合起来就是最有力的武器。跟我来，我带你看点东西。这里是你的办公室，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算是移动工作室，这里连接着整个沿海区域过去10年的航运、气象和渔业交易数据库。每一条船的进出港记录，每次交易的吨位，每个台风季的渔获损失，所有数据都在这里。过去3年，每次台风预警前48小时，蓝海冷链的入库申请都会出现异常峰值，这不正常。台风天渔船回港渔获量是固定的，他们的入库量凭什么能翻倍？没错，而且他们的报损率连续3年都是一个精准的固定百分比，太干净了，干净的就像伪造。这是方崇旭私人快艇的航行轨迹，每次蓝海数据异常的前后，他的船都会去往几个固定的外海坐标。那些坐标有什么特别？只是去钓鱼？那里是公海与我们管辖海域的交界处，也是过去几年有备案的走私船最常出没的幽灵航路。我以为对抗它只能靠商业手段，没想到这些数据才是真正的杀手锏。方崇旭的黑稿是为了搅浑水，掩盖他真正的声音。
只要我们能证明他的鱼来路不明，他的冷链帝国就会从根基上崩塌。我会去那片幽灵航区做水温样本采集，需要一个懂渔业交易的顾问帮我判断现场情况。你的工作就是做这些调查吗？常年都在海上？大部分时间是，数据不会说谎，但需要有人去验证。调研船，我跟你去。一个普通的退休干部，真的会对这些一无所知吗？回来了，晚饭在锅里温着，自己去盛。爸，我不饿，我就是想跟你聊聊。聊什么？聊冷库的租金，还是聊今天又赶走了几个想占便宜的渔民？不聊冷库，爸，我今天去了海事调研船，看了很多关于港口物流的数据，那些东西很复杂。你以前也在港口工作，对这些应该很熟吧？为什么我回来接手冷库，你什么都没跟我提过，哪怕是一点建议？退休了，就是个钓鱼的老头，懂那些做什么？瞎操心。怎么会是瞎操心？如果当初你肯多说一句，我也不会像个无头苍蝇一样被方崇旭那种人算计。有些跟头必须自己摔一次才记得住疼，别人扶着走不远。自己摔跟头？我接手冷库快2个月了，从被全村人堵门到被人设局，你哪次不是在旁边看着？你就那么喜欢看我输吗？还是说你觉得我根本就赢不了？阿月，不是你想的那样，爸只是……你总说都过去了，那爸，这些年呢？这么晚你也来吹海风，还是来监督我有没有偷偷把冷库卖了？都不是，只是有些发现，觉得你应该想第一个知道。关于方崇旭的。方崇旭，我查了蓝海冷链所有的公开注册信息和过往的合作方，方崇旭很狡猾，大部分痕迹都清理干净了。但你找到了漏洞，对吗？不然你不会现在来找我。漏洞是什么？他们在进驻我们这里之前，有过一次密集的形象公关，负责那次公关的就是这家海丰传媒。巧合的是，这家公司在完成蓝海的项目后，不到3个月就申请了注销，法人和股东都换成了无关的人，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不叫巧合，这叫销毁证据。他们用这家公司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你说的对。所以我顺着海丰传媒的注册员工名单一个个查了下去，大部分人都签了保密协议，或者拿了封口费。但总有例外，这个人是谁？他愿意开口。前项目助理赵小川，刚毕业的大学生，干了半年就离职了。他最近在社媒体上抱怨，说前东家坑人，让他背锅。他不知道他经手的文件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他只是个被利用的棋子。对，但他可能是唯一能证明蓝海冷链提供给周明国他们看的所谓合作意向书，从一开始就是伪造的。伪造合同、商业欺诈，方崇旭想空手套白狼，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找到这个赵小川。我已经通过第三方渠道联系他了，他就在临市，明天上午我们就能拿到他的证词。公关公司锁定了。哟，这不是姜老板吗？怎么想通了？是来祝贺我，还是想加入我们蓝海的大家庭？现在来位置可不多了。方总的好日子，我当然要来，不过不是祝贺，是来给你送一份大礼。方总，你拿着这份伪造的合同四处宣扬我已将冷库转让给你，还请了公关公司在网上散布我经营不善、携款跑路的谣言，手段真是高明。你胡说八道什么？白纸黑字，大家看清楚了，这明明是你亲手签的。江昭月，你是输不起，想来这里撒野吗？我们有人证，这位是赵先生，当初就是他所在的公司接了你的单子，负责策划我黑心老板的形象。我可以作证，当初是方总亲自找到我们，要求我们伪造江总的负面新闻，那份合同的电子版也是他提供给我们的。你血口喷人，你被看出了怀恨在心，串通他来污蔑我。保安呢？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恐怕你没机会了。这是海事部门对蓝海冷链在本次台风季应急预案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你们不仅没有合格的应急预案，甚至连冷链资质都涉嫌材料造假。用卑劣的手段抢来的东西，终究守不住。你在渔村兴风作浪，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江昭月，你早就计划好了。方崇旭，你完了。这里是私人仓库，不接受参观。江总，久仰大名，我是鼎丰海产的赵元浩，我不是来参观的，我是来收购的。江总，蓝海冷链那种地方小作坊不值一提，我们鼎丰才是真正的行业标准。这份意向书代表着我们的诚意。赵总的诚意就是不请自来，直接谈收购。我的冷库不卖。阿月，我回来了。没关系，意向书我留下，给你3天时间考虑。3天后，我们镇上最好的酒店见。先进去吧，外面风大。孩子叫什么名字？饿不饿？他叫念念。阿月，我老公他公司破产了，我们没地方去了。不是意外，是故意的。谁会跟猫过不去？猫粮罐谁踩的？不是本地人的鞋印，也不是渔民的雨靴，时间点刚好是鼎丰的人抵达之后。
收购不成，就来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真是可笑。踩坏猫粮是想警告谁呢？警告一只猫，还是喂猫的人？周会长，还有各位老板，别客气，今天这顿就是我赵某人交朋友的。以后我们鼎丰海产扎根在这里，还要靠大家多多支持。赵总太客气了，我们就是些粗人，哪懂什么大生意？就是这酒真贵吧？周会长说笑了，我这人就喜欢跟实在人打交道。我们鼎丰给的价格绝对比市场价高1成，而且是长期保底收购，不管市场怎么变动，大家的收入都有保障。赵总，您说的是真的？喝酒，赵总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这事体大，我们得回去商量商量。用钱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就觉得不是问题。可惜他们不知道，最贵的往往是那些免费的午餐。周会长，我知道你们和兰江冷库有合作，但江总一个女孩子家，生意能做多大？她的冷库迟早要被淘汰，跟着我们鼎丰才是长久之计。只要大家签了这个优先协议，就等于上了我们鼎丰的大船。当然，如果有人不愿意，我们也不强求。只是这码头的资源总是有限的。鼎丰想釜底抽薪，周明国他们靠不住。我查了鼎丰最近在周边海域的动作，有些不寻常。意料之中，一群只看眼前利益的墙头草。赵元浩的鼎丰海产背景很深，昨晚的酒局，周明国他们恐怕很难不动心。动心是人性，选择才是生意。让他们先看着，我们也看我们的。这片海域的水文数据比酒桌上的客套话真实。要下雨了，而且是急雨，我们得把设备固定好，马上回舱。我来帮你。小心，那台设备不能掉进海里。抓稳，别管设备了。还好吗？有没有受伤？刚才太危险了，你不该冲过来的。你也没后退，我们扯平了。江老板，江昭月，我们是代表乡亲们来跟你谈的，你不能躲在里面不出来。你的冷矿把我们渔民的生计都给断了，你心里过意得去吗？就是，以前老江管事的时候，从来没这么不近人情过。现在你一个女娃子回来，把咱们渔村的规矩都给破了。吴代表，有事说事，在门口大喊大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的告示写得很清楚，现在不接生意。解决问题？你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渔民的鱼都快烂在船上了，你这唯一的冷库却大门紧锁，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啊！哎呀，老吴你怎么了？你可别吓我们！你是不是被这个黑心老板给气出毛病了？大家快来看啊！我没事，就是替乡亲们心急。江老板，我们也不是来闹事的，就是想让你开门，给我们一条活路，价钱好商量嘛。吴代表，你的诉求我都听到了，价钱不是不能商量，但不是用这种方式。你拿手机干什么？我告诉你，你别想威胁我们，我们代表的是全体渔民的利益，你这是要跟整个渔村作对。我没有威胁你们，我只是在记录。既然你说你是代表，那更应该让大家看看你是怎么代表他们的。还有，你的心口疼是左边还是右边？下次演得真一点。你血口喷人！我们走，这件事没完，我们去找赵总，找鼎丰海产，有的是人能治你。录像留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人就不能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吗？非要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有意思吗？都说我定价贵，可维持一个现代冷链系统的成本，他们又懂多少？爸，这个时候你在想什么呢？是不是也觉得我一个人太任性了？尊敬的江昭月女士，我们是鼎丰海产集团，为促进鱼塘产业升级，我方拟就兰江江冷库的深度合作提出以下草案，请您审阅。真是好手段，赵元浩。表面上是来合作，实际上是想空手套白狼，用一份合同就想锁底我，把我当成那些没见过世面的渔民了。我一个人撑得住吗？我一个人真的撑不住吗？不，我不能输。赵元浩的鼎丰海产你也查过吧？他的目标是整个港口的定价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需要你的帮助，不是作为朋友，而是作为想守护这片海的盟友。鼎丰海产定价权盟友。他终于肯开口了，赵元浩，你的手伸得太长了。爸，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不，你只会让我自己解决。可这次的对手不一样了。回来了，不是说公司事儿多忙不过来吗？回来帮你收拾下东西，你那些旧报纸和渔具堆得快没地方下脚了。再说赵元浩那边暂时没动静，正好喘口气。
我这些东西都是宝贝，乱是乱了点，但都有用。你一个大老板还用得着亲自动手？我的冷空现在也是一堆麻烦。鼎丰海产那合同我看过了，全是陷阱。姚劲洲已经答应跟我联手，先摸清他们的底线。那个小姚人还算靠谱，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都多少年了，还是老样子，也不知道留着这些做什么。怎么回事？连个抽屉都跟我作对。爸，你这书桌是不是该换了？那个抽屉老毛病了，受潮变形，卡住了，里面没什么东西，别管它了。还是冷链事故，12年前，那不是妈妈出事那年吗？这本档案是什么？妈，爸藏了12年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连一张照片都不肯放在外面？冷链事故，不是说是普通的海上风暴吗？所以，爸是因为这个才辞职的。他骗了我12年，他把所有事都自己扛了。江总，久仰大名。我是鼎丰海产的赵元浩，不请自来是想和你谈一笔双赢的生意。你的冷库连同你在渔村的全部产业，我们鼎丰愿意出这个数全资收购，并且聘请你继续担任区域总经理。江总不愧是高材生，看得真仔细。赵总的双赢就是让我把祖银手相让，再给你们当个高级打工工吗？识时务者为俊杰。江总，靠你一个人守不住这么大的盘子，答应我是你最好的出路。那份录音可能牵扯到更上游的利益输送和鼎丰最近的动作。妈，是这样走的。他周身笼罩的低气压，与平日里那个冷静应对一切的江昭月判若两人。风大，进去坐吧，总要面对的，但不是一个人。谢谢，我没事儿，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赵元浩的合同，吴怀义的嘴脸，现在所有事都连起来了。你这里像另一个世界。我之前以为方程序倒了，事情就结束了，现在看来只是开始。方程序只是 L2，吴怀义这种 L3才是根基，他们勾结起来，才能把整个渔村的水搅浑。这是我之前整理方程序资料时，一个蓝海冷店的前员工匿名给我的，但我当时没太在意，里面是些碎片信息，但提到了一段录音，是吴怀玉和蓝海的人谈分油水的事儿，当时是为了压价逼走其他人库。有这段录音，吴怀玉作为村民代表煽动闹事的所有行为，性质就全变了。那个前员工说，录音在蓝海内部的一个服务器备份里，但被加密删除了。他说他也没办法。加密删除不等于彻底消失，只要还在服务器的物理硬盘上，就有恢复的可能，这属于数据恢复的繁荣。那我们能拿到吗？毕竟是蓝海的内部服务器，我们根本没法接触。蓝海冷链在之前的海运中有过几次不规范操作的记录，都被压下来了。我的身份正好可以作为第三方调研介入，复查这些记录，以海事安全流程复盘的名义调取他们所有相关的服务器日志是合规的。所以你是要用你的身份合法的进入他们数据库？对，这不是私人恩怨，我们需要一个正当的切入点，而这就是最好的切入点。扳倒吴怀义是第一步，别担心，所有的事情我们一起面对。录音我们找。爸，我从姚劲洲那儿拿到的档案备份，我想知道12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从那儿以后就再也不碰冷链的事儿了？你妈妈她不喜欢我总提工作上的事儿。可她是我的妈妈，爸，我有权知道，这不是工作上的事儿，这是家事。你妈妈她也是做冷链技术的，那批货是新型的超低温自绘剂测试，她非要跟传，说不放心。是我签的字，我同意他去的。报告上写的是设备故障，是意外，但只有我知道，是我太相信那些数据，忽略了台风季进海的风险，是我害了他。我辞了职，我不敢再碰任何跟冷链有关的东西。看到冷库，我就会想起你妈妈，我怕我再做错一个决定，会把你也搭进去。所以你不是不管我，你是在保护我，用你自己的方式，让你自己去闯，去赢。赢了是你自己的本事，输了有爸在远点的地方给你兜着。原来你不是不爱我，你是用自责和愧疚筑起了一道墙，把自己关在了里面。你比你妈妈犟，也比她能干，爸信你。吴怀义那边你打算怎么办？光有录音线索还不够，得拿到原始证据。姚劲洲已经去办了。吴怀义勾结鼎丰海产，想在港口扩建项目中分油水，证据必须拿到。爸，我懂了。赵总，那份录音我打听到了，江昭月那丫头好像根本没删，这要是捅出去，咱们的合作就全完了。一份录音而已，慌什么？我的律师团可不是吃素的，这点小麻烦他们会处理干净。
吴先生，这是授权通知书，只要你签字，我们就有权代表你用合法手段取回你的隐私录音。当然，取回后如何处理，就是我们的事儿了。这能行吗？万一他不交出来怎么办？那就让他知道跟顶房的法务部作对是什么下场。签了他，剩下的事儿不用你管。都拍下来了吗？很好，盯紧他们。吴怀义一旦签字，就等于承认了录音的真实性。赵元浩想玩法律游戏，我们奉陪到底。想用法律来压我，可惜这里是渔村，有渔村的规矩。何况这次我不是一个人。很好，吴先生，你可以回去了。明天我的律师会去拜访上江总。从现在起，记住，你什么都不知道。原始备份在我这儿。大家看看，这个黑心女老板把我们逼到什么味儿上了？吴怀义兄弟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现在连人都找不着了。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对，他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凭什么吴代表就要被他这么欺负？周会长，这么大阵仗是又想来给我送生意吗？可惜了，我这儿最近不缺鱼，也不缺电费。江老板，今天你要是不把人交出来，我们跟你没完。吴怀义的事很快就会有公断。我们之间的恩怨是不是也该有个了结？顶峰海产可还在一边看着呢。你什么意思？想求和？你害我们损失了多少钱？现在想一句话就抹平？收起你这套，想拿这点小恩小惠就收买我？我告诉你，江昭月，只要我周民国还在一天，就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你死了这条心吧。周会长，我这是给你机会，也是给所有人机会，别等一切无法挽回的时候再后悔。时机差不多了，既然软的不行，那就只能上硬菜了。吴怀英的录音是时候让大家都听听了。钱局长的儿子，老吴，这是你的声音，你拿了蓝海的黑心钱坑我们？胡说，这是伪造的，是他江昭玉搞的鬼，你们别信。那蓝海餐店的搅黄了江说了，每家给我500的好处费，你们放心，这事我兜着。吴怀义，我们真不信你，你居然为了几百块钱把我们往火坑里推，亏我还叫你吴叔，你对得起我们吗？方崇旭早就跑路了。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的不是我，是这些信错了你的乡亲。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出现在我的冷矿门口。快看镇上的小报公众号，出大事了！那个姚检察员，他是省厅前局长的儿子。前局长的儿子姚劲洲？你说什么？他是谁？把所有冷库的门全部打开，今晚所有渔民的鱼免费保鲜。赵月，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是来接管的吗？周会长的风雨8号在鬼剑麻触礁了，船舱进水要沉了，快联系海上救援！不，来不及了，船上那批东星帮怎么办？那可是周会长全部的身家呀！鱼肯定保不住了，全得烂在船里。老周，怎么办啊？老周，我们家的全部家当都在那条船上啊，这下全完了。没了，都没了，我的鱼，我的船。江总，江老板，求求你，你行行好，现在只有你的冷库能救周会长的鱼了。我的告示写得很清楚，不接生意。之前嫌我租金贵的不是你们吗？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是我们糊涂。只要你肯开门，多少钱我们都给，求你了。再晚就真来不及了。江总，是我错了，是我周民国有眼无珠，是我带头为难你。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求你救救我的鱼。那些鱼是我借钱收的，没了他们，我就得跳海了，求求你。赵总，消息确认，周民国的船出礁了，蓝海冷冽的方崇旭和带头闹事的吴怀义也都联系上了，他们都表示愿意听您的安排。一群乌合之众，败了才想起找新主子。等江昭月那个女人处理完周民国这条落水狗，我们再让她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资本。我要她连人带库一起姓赵。周会长，我之前说过，我的规矩我说了算。今天我改规矩了，门免费开24小时。阿月，我昨天看你那么忙，就没好意思过来。你这都还好吧？那些人没再为难你吧？都过去了，老周已经道过歉，鱼也保住了，没什么为难的。你找我有事吗？我的面馆就快开张了，我想自己干，不靠任何人。以后可能需要存点肉，存点海鲜。你这冷库能不能给我留个位置？我的租金你不是不知道，村里人都嫌贵，你确定要租？我知道贵，我只是想，万一以后生意好了，总得有个地方。你要是为难，就当我没说。不为难，生意是生意，交情是交情。我这里不赊账，也不预留，这是我的规矩。是我唐突了。等等，主库已经规划满了，要为过冬的大批量订单做准备。旁边那个小的副库一直闲置着，
没电也没制冷，本来是打算当仓库放杂物的。这个副库你自己去打扫，自己想办法拉电，自己买制冷机。它现在什么都不是，能不能变成一个能用的冷库，看你自己。阿月，你的意思是我给你的不是一个位置，是一个机会。我不会帮你，但我也不会拦着你。就像你的面馆叫重启，不是吗？这个副库也需要你自己去重启。谢谢你还当我是朋友，这钥匙的租金我会一分不少的给你。等我赚了，等你什么时候能让它制冷了，再来跟我谈租金。现在它只是一个空仓库。阿月，快看！我的面馆招牌就用这个字体怎么样？你说要不要也加个兰江潜水，跟你这儿凑一对儿，挺好。不过你这面馆开张，我可得收你双倍的鱼货钱，就当贺礼了。你这个黑心老板！顶峰的动作太快了，不像单纯的商业扩张，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各位老板，兰江港的潜力我比你们更清楚。顶峰海产要的不是分一杯羹，而是制定规则。赵总说的对，铁板一块怎么敲得碎呢？铁板。这世界上没有敲不碎的铁板，只是看锤子够不够重，时机对不对罢了。又来台风了，这批鱼刚收上来，还没来得及出货呢。怎么又来台风了？阿月，你的冷库扩建还没完全弄好吧？备用电源和排水系统能顶得住吗？设备是新的，比上次更强，但这次的对手恐怕不只是台风。晚秋，你先回去加固面馆门窗，我这里有场硬仗要打。天灾也是人祸。这次台风就是我们彻底接管兰江港所有渔货定价权的最好机会。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没有顶峰，他们的鱼就只能烂在码台上。去告诉所有人，顶峰海产的冷库租金减半，但是只对和我们签独家协议的人开放。珊瑚要来了。阿月，风太大了，气象台刚发了红色预警，说风力会达到12级。我们这点人手真的能行吗？行不行，都得做，多准备一分就多一分希望。晚秋，让大家把安全绳都系好，安全第一。把顶峰集团的合同强制履行函递交，告诉他们，依据合同条款，台风造成的任何损失都由兰江城库的承包人承担。我们等结果。赵总的意思是要利用这次天灾，彻底把他按死在法律文书上。姚老板，俺们合计了一下，这风要是真把鱼都刮烂了，倒霉的还是咱们自己。我们不跟姓赵的签了卖身票。蒋老板，你说吧，现在咋干？我们都听你的，这批鱼不能烂。第一组加固冷库外围设施，第二组跟我一起把最怕压的活鲜转运到备用的小型冷藏车里。林晚秋，你负责后勤，去面馆准备热姜汤和干衣服，保证大家轮换休息时能暖和过来。都关好，别出门。赵月啊，你那边怎么样了？台风要来了，你赶紧找个地方躲躲。爸，我这里一切都好。顶峰想用合同压垮我，没那么容易。爸，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剩下的我来。想用系统压我，赵元浩，你的手段也就这些了。可你不知道，这座港口不是只看合同的地方。赵总，港务那边已经按流程启动了紧急磋商，台风是不可抗力，但合同里我们预卖了不可抗力下优先履约方条款，他们必须保证顶峰的利益。很好，告诉他们，我不要赔偿，我只要合同上写的那些鱼，我要江昭月眼睁睁看着他的鱼货被合法的烂在码头，或者被我们合法的接管。明白，我会让他们知道，顶峰的合同字字千金。阿月，风越来越大了，我们自己的几辆车根本不够，很多小路都封了，去市里的高速也可能随时关闭。谁说我们只有这几辆车？谁说我们一定要走高速？晚秋、疏运不止一条路，港口的路被堵了，我们就走城市的路。城市的路，那些生鲜市场、连锁超市的冷库，我们根本不认识人啊，他们凭什么帮我们？受台风珊瑚影响，我市沿海高速部分段已实行交通换制，请各位司机注意到。风终于刮到最大的时候了，鱼线绷得也够紧了，是时候看看水下的究竟是小鱼还是大鱼了。爸，我这里一切都好，只是想问问您那根用了10几年的老钓竿还能不能借朋友们用一用？我想钓几条不属于我们这片海的鱼。杆子一直备着呢，告诉爸，你要多大的网？爸，我要一张能覆盖全市的网，从城东的万家隆生鲜超市，到城西的绿鲜盟配送中心，再到城南的远洋食品冷挂。这通电话该打了。老李，是我江德海，帮我个忙，把全市所有能调动冷藏车未来3天都留住，对，一辆都不要开出我们市。赵元浩的顶峰海产合同漏洞比渔网还大，这次够他喝一壶的。不止，我们准备的材料能让他为这份陷阱合同付出法律代价。江小姐要求的是让他败退，而且是彻底的。有发现，顶峰的船在台风预警发布后，故意驶入了非推荐的避风锚域，他们的行为不是避险，是碰瓷。所有航行数据我都已备份。晚秋，准备好了吗？明天开始，你的面馆需要向全市所有码头工人、冷链司机供应爱心午餐。王师傅，今晚得多备料了。明天开始，我们要做全城的生意。全城？我们这小店？对，全城每一份盒饭都是我们的战线。赵元浩，你以为的资本围猎不过是我棋盘上的第一步。你用合同压我，我就用整个城市的烟火气
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赵总，这是鼎峰在其他沿海城市利用类似合同漏洞，导致当地渔民血本无归的调查记录，所有证据都已公证。你们这是商业诽谤！媒体是我们请的，至于这位副会长，他只是想保住自己在渔村的未来，不像赵总，你的未来已经不在这里。江昭月，你以为这就完了？我的律师团会告到你们破产！赵总，别说告我们，先看看这个，你们的合同涉嫌利用优势地位制定不公平格式条款，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根据建议书，监管们将对鼎峰海产进行立案调查，同时，我们已经代表所有受影响的渔民提起了集体诉讼。赵总，总公司电话，董事会启动了紧急预案，要求我们立刻停止在渔村的一切业务。资本逐利也会规避风险。当你在一个地方的信用破产，你就失去了最大的资本。你输掉的不只是这份合同，还有鼎峰海产在这里乃至整个行业的声誉。江昭月，算你狠，你走着瞧。结束了，接下来是新的开始。我知道，先让渔村回到正轨吧，合同作废。渔村现在风平浪静，你的调查报告应该很完美，随时可以回省厅了吧？赵月，我不是来接管的，那些传言都不是真的。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老哥，以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错怪阿月了。以后联会这边，只要阿月一句话，我们绝对全力支持。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今天是我女儿的好日子，她才是主角。剪彩仪式开始。爸，当年妈妈的冷链梦我完成了，今天兰江冷库的新开始，我想请你来开启。阿月，我好。刚才谢谢你没有打扰，现在你可以说你想说的事了。鼎峰海产的事儿是我利用职务之便查的，但那是为了帮你。我来这里不是省厅的安排，更不是为了什么接管，这些都只是我作为调研员的工作。但留在农村，我下基层是自愿的。快尝尝我的手艺退步没？明天剪彩可是大事儿，今晚得吃饱了养足精神。你的手艺什么时候都是最好的，辛苦了，晚秋。吃鱼，你小时候就爱吃这个部位。好，爸你也吃。叔、阿月、晚秋，我们一起敬明天。为了兰江冷库，也为了重启面馆。我打算把我们的海鲜直接做成招牌面，冷链直送，保证最新鲜，就叫朝月向晚海鲜面，怎么样？听起来不错。这个模式很有前景。渔村的产业升级不只是扩大规模，更是延伸价值链。你们走在了前面。一切都过去了，明天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你们年轻人的世界，我们老家伙看着就很高兴。谢谢你，荆州，为了一切。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儿，而且这里有值得我留下的人。明天剪彩。真没想到啊，阿月这丫头硬是把这片天给撑起来了。咱们当初真是瞎了眼，可不是嘛？现在谁不念江总的好？咱们的鱼再也不愁没地方放了。阿月，今天你做得很好。这只是个开始，我们家的冷库以后会更好。爸，这个冷库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也是妈妈的愿望。今天它新生了，第一件应该你来，我们一起给过去一个交代。好了，都准备好，等江总剪完彩，咱们就开火。第一碗面我亲自送过去。好嘞，老板娘，保证让江总尝到咱们最棒的头汤面。姚队，以后我们家阿月就拜托你了。江叔叔放心，我会一直在他身边。